马拉妮这个角色看着是组个后台活打蒸发就行，但是玩着玩着就发现各种队伍总感觉差一些，不是争议吃不全，就是操作有点门槛，总觉得不是完全体。如果从挂火队友的角度来看，马拉妮的后台挂火位基本上就是香菱或者迪西亚吧。香菱的优点就是挂火能力出色，攻击范围大，随身移动，配对多样。锅巴在喷火的时候呢，属于火元素单位，万叶能够比较轻易的做到扩水燃火，然后把更多的增益时间留给马拉妮。缺点就是香菱的挂火基本依赖于大招，充能压力大，存在启动成本。锅巴不是很智能，遇到会拉扯的元魔，充能其实蛮难受的。个人体验下来至少得有个250左右的充能，单人入队才比较丝滑吧。而迪西亚它就没有启动成本的烦恼，但是挂火频率和持续的时间就有一定的挑战。非2命的迪西亚它元素战绩只持续12秒，马拉妮想要一套打完，对环境还有操作就有一定的要求，而且画地为牢也是一大痛点。马拉妮进入输出状态之后就不能切迪西亚调整位置了。另外迪西亚相对较弱的挂火频率，让马拉妮队伍中有坎蒂斯这样额外上水的队友时就有点力不从心，需要其他角色来辅助挂火。接着马拉妮他其实又比较缺增伤，那么在增伤队友的选择上，可以选择坎蒂斯、万叶、叶兰、弗妮娜。坎蒂斯作为抽象魔神，这次凭借自己可以给打出元素伤害的普通攻击增伤这一功能获得了就业的机会。优点就是没有任何门槛，开大就行。缺点就是对队伍的火元素量提出了要求。万叶各方面都很好，但就是增伤减康的覆盖率不匹配。这也不是万叶一个人的问题，现在所有依靠风套去减康的风元素角色都面临着这种覆盖率比较低的问题嘛，有点难受。叶兰他可能是个好选择，但是叶天后纯当后台辅助，多少有点浪费了不是？最后福福抢蒸发，虽然可以组一个白福香妮实现双蒸发，但是这种操作的细节实在太多了，不太适合我这样手残的玩家。所以我们把马拉妮组队的问题综合起来看，会发现2个问题，一个是缺少低启动成本的后台挂火，另一个是缺容易触发且覆盖率高的增伤位。那么此刻炒股之时，让我们大胆的展开一下想象，娜塔目前已知的唯一火元素角色就是火神马维卡嘛。那众所周知，神在低命的时候都是一种辅助的姿态出现，而且除了温迪以外，神的元素战绩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超长轴，钟离20秒的护盾，将军和纳西达25秒的协同，夫妇30秒的召唤物。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火神他应该也有一个超长轴的后台辅助技能，那这个技能我觉得总该是挂火吧。而在挂火的频率上，说不定是一个高频的后手火的。我觉得以前不给水元素角色打蒸发的原因是水元素角色打蒸发数值太高，但现在因为数值膨胀了嘛，以前的水元素角色如果不打一下蒸发，数值可能都跟不上了。你比如说灵人嘛。而最近的水元素角色像马拉妮、龙王都是低频水，福福是一个不太稳定的挂水，本身也就不太影响他们去打蒸发了。而且高频火还能配合高频雷，伤害提高就不说了，现在破盾需求也这么旺盛，多多触发超载对于破炎盾也是很有利的嘛。那这样作为一个火神他就很全面了。当然了，马拉妮并不关心频率，也不关心其他的东西，只要在后台能够低成本的去挂火就解决了他的需求。而增伤能力我觉得就不用猜了，娜塔的这套新圣衣物给的就是增伤效果，只要火神进入夜魂加持的状态，然后触发一次元素反应，就能获得长达20秒 40% 的对应元素增伤，安排的明明白白。所以这一波马拉妮加火神的炒股，我感觉涨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马拉妮最好的向导这个天赋，几乎就明牌了马拉妮最后的队伍会有多个娜塔角色。夜魂迸发这个状态是娜塔角色越多，触发的间隔就越短嘛。所以马拉妮在后面肯定还有各种队友，这样就能解决掉他现在的一些配对上的痛点了。那么说回到火神上，毕竟现在才一个娜塔主 C 嘛，我觉得对于火神的猜测呢，也只是冰山一角。相信随着更多角色的上线，我们应该会看到火神的更多面。那同样，娜塔角色的队伍也会变得越来越完整。好的，我是提瓦特地理，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